大学选宿舍时，兄弟先我一步抢了单人间，剩下的10人间自然落给了我。兄弟在接下来的大学生活里独享清静，而我在拥挤的10人宿舍里意外抱上了富家少爷的大腿。大学毕业后，我无缝入职了他家族的集团，一路顺风顺水。反观我那兄弟，独居无人约束，整日逃课打游戏，挂科无数，被留级1年。他满心嫉妒不甘，趁我下班途中将我推下了天桥。再次睁眼，我竟回到了大学选宿舍的这一天。我盯着手机屏幕上熟悉的宿舍选择表格，指尖控制不住的发颤。这场景与前世一模一样，只是这一次选择权牢牢握在我手里。沉默，想好了选哪个美？兄弟林浩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带着几分漫不经心。我转过身，对上他那双看似爽朗的眼睛。前世他就是这样，连问都没问我一句，毫不犹豫选了单人间，把10人宿舍的拥挤和嘈杂全甩给了我。谁能料到，正是这个看似吃亏的安排，让我结识了改变我一生命运的室友江晨宇，国内顶尖财团江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。还没定。我故意装出犹豫的样子，余光瞥见林浩的手指已经悄悄点在了单人间那一栏。前世的记忆翻涌而来。林浩，我高中3年的兄弟，从穿一条裤子的交情，到大学报到第1天就暴露了自私的本性。他嫌10人宿舍邋遢吵闹，抢了唯一的单人间名额，而我被硬生生塞进了走廊尽头的10人宿舍。起初我满心怨怼，直到发现室友里藏着低调的江晨宇。就在这时，林浩突然开口：其实我觉得10人宿舍挺好的。他的声音又刻意提高了几分，人多热闹，能凑局开黑，单人间待着多闷啊！我的瞳孔骤然收缩，不对，这和前世完全不同。前世他明明皱着眉吐槽10个人挤一间，想想都恶心，然后秒选单人间。真的？我强压下心底的震惊，不动声色地问。我还以为你更想选单人间，图个清静。林浩挠了挠头，露出一个刻意装出来的爽朗笑容。嗨，大学不就是要攒人脉、交朋友吗？集体生活多有意思。他凑过来压低声音，语气里藏不住急切。而且我听说10人宿舍里有江氏集团的少东家。我的心瞬间沉了下去。江晨宇的身份在开学初极为隐秘，直到大3一次家族企业活动才意外曝光。林浩怎么可能知道？一个可怕的猜想在我脑海中成型，林浩也重生了。那可太巧了。我挤出一个温和的笑容。既然你这么喜欢10人宿舍，那单人间就我选了。我这人就爱安静。林浩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得逞，快得像错觉。他立刻在手机上锁定了10人宿舍，生怕我反悔。我则慢悠悠地点下剩余的单人间，心底冷笑不已。前世我在10人宿舍的顺遂，让他误以为那是通往成功的捷径，可他根本不知道，男生宿舍的矛盾远比他想象的更棘手。抽烟、熬夜、开黑、抢生活用品，桩件件都能让人崩溃。沉默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林浩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假惺惺地说：我是觉得你性格内敛，单人间更适合你，省得被其他人打扰。怎么会？我露出感激的神情。谢了，还是你懂我。签完字，我拖着行李箱走向单人宿舍区，转角时回头瞥了一眼，林浩正凑在几个男生身边套近乎。不用想也知道他在打听江晨宇的下落。关上单人间房门的那一刻，我背靠着门板缓缓滑坐下来，压抑不住的低笑出声，笑声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，带着前世积压的郁气与不甘，尽数烟消云散。指尖抚过光洁的木地板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没有前世10人宿舍里混杂的烟味、汗味和泡面味，没有堆在角落的臭袜子散发的异味，只有阳光晒过被褥的清新气息。这才是大学生活该有的样子。我喃喃自语，鼻尖竟有些发酸。前世开学第1天，我走进那间拥挤的10人宿舍时，绝望感扑面而来。5张上下铺挤满了房间，只剩下一条勉强能过人的过道。我的床位在进门左手边下铺，正对着卫生间，每晚都要伴着冲水声和室友的呼噜声入睡。我站起身整理行李，单人间配有独立书桌、衣柜和床头柜，甚至还有一个小阳台。前世需要10个人共享的空间，如今全归我一人所有。打开衣柜，我忍不住笑了。前世我们10个人只有2个破旧衣柜，每人分到的挂杆空间不足30厘米。为了抢地方放衣服，我每天都要提前半小时起床，趁其他人没醒，把当天要穿的衣服拿出来，晚一步就只能堆在床尾。而现在这个1.2米宽的衣柜足够我放满4季衣物。卫生间更是天堂，前世10个人共用2个洗手台和3个淋浴头，早上洗漱排队的场景堪比食堂开饭。我永远记得那个冬天的早晨，我刚抹上洗发水，热水突然断了，冻得我浑身发抖，门外还传来室友不耐烦的催促，能不能快点，我要迟到了。如今我哼着歌把牙缸、剃须刀摆在洗手台唯一的位置，不用担心被人错拿，也不用在护肤品上贴标签防丢失。整理完行李，我呈大字形倒在床上，床垫比前世宿舍的硬板床柔软太多，枕头带着崭新的棉絮味。前世在10人宿舍，我始终神经紧绷，耳塞从不离身。上铺室友打呼震天响，对床的男生半夜组队开黑喊到凌晨，靠窗的床位冬天漏风，夏天闷热，根本睡不安稳。手机突然震动，是宿舍群的消息。我点开一看，林浩在10人宿舍群里发了张照片，拥挤的房间里堆满行李箱，过道几乎被堵死。照片角落刻意把江晨宇拍了进去，配文写道：
宿舍氛围拉满，就是空间有点紧凑。哈哈，前世这个时候是我主动帮江晨宇解围，把侵占他空间的行李挪开，才赢得了他的初步信任。而现在林浩正忙着在照片里摆姿势，完全没注意到江晨宇眼底的不悦。我笑着回了个羡慕的表情，然后关掉群聊，任由林浩去折腾他的捷径。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坐在书桌前，我摊开笔记本，开始规划这一世的课程表。前世因为宿舍太吵，我只能泡在图书馆到闭馆，回到宿舍后还要忍受噪音，长期睡眠不足，成绩一直中游徘徊。现在我可以在任何时间学习休息，不用迁就任何人的作息。肚子咕咕叫起来，我看了眼时间，下午5点半。前世这个点我根本不敢离开图书馆，一旦回宿舍拿饭卡，再想站到自习位就难如登天。而现在我可以慢悠悠地去食堂，不用担心回来时床上堆着别人的东西，也不用怕充电器不翼而飞。食堂里，我从容地挑选着菜品，不再像前世那样狼吞虎咽赶时间。端着餐盘找座位时，我瞥见林浩和江晨宇坐在角落。林浩正眉飞色舞地说着什么，一会儿炫耀自己的球鞋，一会儿聊热门游戏，活像只急于表现的孔雀。而江晨宇低头吃饭，偶尔敷衍地点下头，心中了然。前世我花了3个月才让江晨宇卸下心防，靠的不是同住一个宿舍，而是在他打球崴脚时连续1周帮他带饭送笔记。林浩只记得我和江晨宇关系好的结果，却不懂背后的分寸与真诚。回到单人间，我泡了杯茶，坐在小阳台上看日落。这个时间，10人宿舍正是最吵闹的时候，有人抽烟吹牛，有人外放游戏音效，有人拿着吉他乱弹。前世的我只能躲在蚊帐里，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。手机又响了，是林浩的私信。江晨宇也太冷淡了，怎么才能和他处好关系？我差点被茶水呛到，林浩居然来向我求助。我故意等了几分钟才回复，别刻意讨好，真诚点就好。发完消息，我把手机调成静音扔到床上，打开电脑预习明天的课程。安静的房间里只有键盘敲击声和窗外的鸟鸣，这种踏实感是前世从未有过的。前世的这个时刻，我总是焦虑不已。明天早课要交的作业还没写完，宿舍里却吵得根本没法思考。想早点休息养精神，室友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。而现在晚上10点整，我关掉床头灯，在绝对的安静中舒展身体。枕边的薄荷香包让人身心放松，几乎瞬间就有了睡意。迷迷糊糊间，手机屏幕亮了一下，我勉强睁开眼，是林浩发来的照片。10人宿舍灯火通明，一群男生围在一起打扑克，烟雾缭绕，背景音里全是呐喊和脏话。时间写是凌晨1点15分，配文写道：男生宿舍就该这么爽。我轻笑一声，关掉通知，把手机塞到枕头下，让他享受这份热闹吧。明天早上7点，当他和室友们顶着黑眼圈踩着点冲进教室时，我会精神饱满地坐在第1排，从容等待上课。而这才只是单人间幸福生活的第1天。第2天早晨，我推开教室门时，距离上课还有15分钟。我选了第3排中央的位置，前世这个位置永远被早到的学霸占据，而我因为宿舍吵闹睡不好，经常踩着铃声进教室，只能坐在后排角落。同学们陆续到来，教室渐渐坐满。上课铃响起时，教授已经开始点人。这时后门突然被猛地推开，砰的一声撞在墙上，全班人的目光都被吸引过去。林浩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，头发乱糟糟地立着，校服外套歪歪斜斜，运动鞋带还散着，脸上带着未褪尽的疲惫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解释。宿舍闹钟没响，又抢不上洗漱台。教授皱了皱眉，姓名。我抬头望去，他的黑眼圈比昨天更重，眼底布满血丝，精神状态极差。林浩。教室里响起几声窃笑。前世的林浩总是最早到教室的一批人，衣着整洁，发型利落，还总嘲讽我们这些迟到的人没规矩。如今角色彻底反转了，找位置坐下，下次注意。教授继续点名。林浩踉跄着走向后排，路过我时投来一个复杂又不甘的眼神。我假装没看见，低头在笔记本上写下今天的日期。下课后，我刚收拾好书本，林浩就冲了过来，语气里满是烦躁。沉默。那破宿舍根本不是人待的。我抬头望去，他的黑眼圈比昨天更重，眼底布满血丝，精神状态极差。怎么了？我语气平静，心里却毫无波澜。赵磊，我对铺那个打呼跟拖拉机似的，我戴了耳塞都没用，一晚上没合眼。林浩咬牙切齿地说着。还有靠窗的王鹏，凌晨2点还外放游戏，喊得比谁都响，说了他2句还跟我抬杠。我差点没忍住笑出来。赵磊的呼噜声，王鹏的熬夜开黑，都是前世折磨了我整整4年的经典项目，没想到重生一世全转嫁到了林浩身上。还有更过分的。林浩越说越气，完全没察觉我的异样。我新买的球鞋才穿了2次，就被李哲拿去穿了，还弄脏了不说，问他居然说反正长得差不多，穿穿怎么了？你可以跟宿管反映一下。我故意给出毫无用处的建议。宿管？林浩的声音瞬间拔高。那个张叔就说男生宿舍互相迁就点，根本不管事。那只能适应了，毕竟是你自己选的宿舍。我站起身，准备去图书馆。接下来的几周，林浩的每日吐槽成了常态，有时是在食堂偶遇，有时是在图书馆恰巧
碰到，更多时候是直接敲开我单人间的门，对着我倒苦水。吐槽的内容也从睡眠问题升级到了各种奇葩琐事。王鹏居然用我的洗面奶洗脸，还说忘了带自己的。李哲借了我的充电宝，转头就说是他自己的，还把我刻的名字涂掉了。每次听他抱怨，我都装出同情的样子，心里却暗自庆幸自己选了单人间。今天下午我在图书馆又碰到了林浩，他眼下乌青，手里攥着一杯超大杯冰美式，神情憔悴。又怎么了？我合上手中的专业书。李哲那孙子，林浩咬着牙，语气里满是怒火。借了我的游戏耳机不还，非说他自己买的同款。那耳机上我刻了缩写 LH， 他居然用马克笔涂掉，改成了 LZ， 当我眼瞎吗？这次我终于没忍住，轻笑出声。前世我就曾在林浩的抽屉里发现过我失踪的耳机，上面我的缩写 CM 被他涂改成了 LH， 当时他还狡辩说是捡来的，以为没人要。林浩深吸一口气，压下怒火，语气稍缓。还好江晨宇还行，安静又低调，不抽烟不熬夜，要是宿舍里全是他这种人就好了。我心底冷笑一声，面上不动声色。江晨宇没问题，等相处久了他就知道，这位江家少爷才是整个宿舍最难打交道的人。前世江晨宇因为性格孤僻，从不参与宿舍集体活动，又因为家境优越，难免带着几分疏离感，不少室友都暗地里排挤他。只是林浩现在一门心思攀附，根本没察觉罢了。我端起桌上的书，淡淡道：“慢慢相处就知道了。”说完，转身走向书架深处，留下林浩一个人在原地琢磨。这一世我要守住自己的安稳，至于林浩的捷径，就让他自己慢慢踩坑吧。手机震动时，我正在单人间书桌前整理专业笔记，划开屏幕，林浩的消息立刻弹了出来，一张他和江晨宇并肩而立的合照。照片里林浩咧嘴笑得夸张，刻意往江晨宇身边凑，胳膊还搭在人家肩膀上。江晨宇则面色平淡，嘴角虽扯出一点弧度，眼神却有些游离，肩膀微微紧绷。看我和陈宇现在够铁吧？林浩的文字里满是得意。他答应周末带我去参加个私人酒会，都是商界大佬，这下人脉稳了。前世的江晨宇远没有表面那般光鲜沉稳，他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和焦虑症，主动住进10人宿舍，不过是和掌控欲极强的父亲赌气。江董坚决反对他学美术，逼着他读金融，他便故意舍弃豪宅，躲进拥挤的集体宿舍，妄图逃离家族的束缚。可以啊，恭喜！我简短回复，嘴角却忍不住上扬。林浩以为抱上了金大腿，却不知自己接下的是个烫手山芋。放下手机，我走到窗前，深吸一口气。前世江晨宇带给我的，从来不只是入职江氏的捷径，还有无数个疲惫不堪的夜晚。他就是性子冷了点，人其实挺好的。林浩的新消息发来，还配了个咧嘴笑的表情。富家少爷嘛，难免有点架子，慢慢磨合就好。我冷笑一声，架子？前世江晨宇的架子可比他想象的离谱多了。连续1周把自己关在床位帘后不吃不喝，半夜突然冲出宿舍消失，甚至当着全宿舍的面烧掉父亲寄来的黑卡，每一次都要我牵头收拾烂摊子。更让人窒息的是，宿管张叔根本不是普通宿管，是江董派来的贴身保镖，名义上照看江晨宇，实则监视整个宿舍的一举一动。我们哪怕晚归10分钟，都会被他反复盘问，连宿舍里摆什么东西都要管。没多久，林浩又发来一段视频，他正把一盒包装精致的糕点推到江晨宇面前，眉飞色舞地说着什么。我妈特意给我寄的家乡特产花生酥，陈宇你尝尝，外面根本买不到这味。我盯着屏幕顿了顿，指尖悬在输入框上，最终什么也没打。前世我曾随手给过江晨宇一颗花生糖，没成想他对花生严重过敏，当场就呼吸困难。送医后江董震怒，差点让学校开除整个宿舍的人，是我反复道歉，立下保证书，才勉强平息风波。林浩既然想攀关系，这份惊喜就让他自己亲手揭晓吧。我最终只回了4个字，味道应该不错。转身坐回书桌前，我翻开一本心理学教材。前世为了应对江晨宇的情绪崩溃，我自学了不少心理学知识，甚至一度想转去心理学专业，只为能及时安抚他，避开他的情绪雷区。现在这些知识终于能为我所用，我可以安安心心研究专业内容，不用再提心吊胆，防备谁突然情绪失控。窗外传来喧闹声，我探头看去，林浩正勾着江晨宇的胳膊往宿舍区走。江晨宇的身体明显僵硬，脚步也有些迟疑。走到宿舍楼下时，江晨宇突然不动声色地挣开林浩的手，快步走进了宿舍楼。我几乎能想象出林浩此刻错愕的表情。江晨宇就是这样，看似温和，实则边界感极强，任何过于亲密的举动都会触发他的防御机制。林浩这般急功近利，显然已经踩了红线。手机很快又亮了，是林浩的语音消息，语气带着急切和困惑。沉默，陈宇怎么突然不理我了？我也没说啥，快教教我该咋办。我盯着消息看了10秒，前世我和江晨宇的好关系是用无数个不眠之夜，一次次耐心陪伴换来的。林浩只看到了酒会邀约的光鲜，却看不到背后要付出的精力和委屈。别总黏着他，给他点空间。我回复道，语气平淡。江晨宇情绪低落时，最需要的不是刻意讨好，而是安静的陪伴。这点林浩永远不懂。傍晚去食堂吃饭，我故意绕路经过10人宿舍区，透过半开的宿舍门，看见林浩正坐在江晨宇床边，手里拿着那块花生酥，一个劲的圈。陈宇，
你就尝一口，我妈特意寄来的，多难得。江晨宇背对着门，肩膀绷得笔直，桌上的花生酥原封未动。我加快脚步离开，心里默默倒数4、3、1。卧槽，陈宇你怎么了？林浩的惊叫声突然从身后传来，伴随着如有碰撞的声响。我脚步未停，径直走向食堂。前世的这个时候，我会立刻冲回去，背起江晨宇往医务室跑，守在他身边，直到他脱离危险，还要应付赶来的江董和张叔的质问。但这一次，我选了个靠窗的位置，慢条斯理地打了饭，甚至多加了一份我爱吃的糖醋排骨。回到单人间，我泡了杯热茶，坐在窗边看校园夜景，手机屏幕不停闪烁，林浩的未接来电和消息刷屏了。我指尖划过屏幕，最终只回了一句：抱歉，刚看到，你是他室友，好好陪着就行。发完我直接关掉手机，将那些烦躁的琐事彻底隔绝在外。这一世，我不再是那个替人收拾烂摊子的冤种，我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，安安静静读书，踏踏实实变强。林浩既然抢着要走我的老路，就该亲身体验一下这条路上藏着多少荆棘。深夜11点，我正在看一篇核心期刊论文，急促的敲门声突然打破了宁静。沉默，开门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林浩的声音带着哭腔，还夹杂着压抑的哽咽。我保存好论文，慢悠悠地走去开门。门外的林浩让我差点认不出来。曾经打理得一丝不苟的头发，如今油腻地贴在头皮上，眼窝深陷，眼下的青黑堪比熊猫，下巴上还冒出了一圈杂乱的胡茬，整个人憔悴得不成样子。他怀里抱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背包，一看就是要搬家的架势。我要跟你换宿舍，现在就换。他没等我邀请就挤了进来，背包砰地砸在我的床上，语气里满是崩溃。我关上门，靠在书桌边，冷静地打量着他。前世的林浩永远光鲜利落，哪怕偶尔邋遢，也绝不会这般狼狈。怎么了？10人宿舍不是你说的氛围拉满吗？我故意引用他当初的话，语气平淡。少废话，你根本不知道江晨宇是个疯子。救护车来的时候，全楼的人都扒在门口看，我丢死人了。我挑了挑眉，前世江晨宇第一次割腕是在期中考试后，这次居然提前了1个月。看来林浩的过度纠缠，反倒加速了他的情绪恶化。然后呢？我依旧平静。然后他爸派了4个保镖守在宿舍门口，我们进出都要被搜包。张叔那个变态，连我抽屉里的日记都要翻，还有一堆破规矩，晚上10点必须熄灯，不准抽烟，不准外放声音，连吃泡面都要去走廊。这哪是宿舍，是监狱。这些我都经历过，只是前世的我没有退路，只能硬扛。所以你想跟我换单人间？对。林浩满眼期盼地看着我，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反正你前世在10人宿舍也混得好，我们换回来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的水杯顿在半空，林浩也猛地僵住，眼神慌乱。他说漏嘴了。房间里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我放下水杯，嘴角勾起一抹了然的笑。原来你真的也重生了。林浩的脸色瞬间惨白，嘴唇哆嗦着。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我直视着他的眼睛，语气冰冷。我早就怀疑了，你怎么会知道江晨宇在10人宿舍，又怎么会突然抢着选拥挤的宿舍？刚才你那句话算是坐实了。林浩的伪装彻底崩塌，他踉跄着后退一步，眼神里满是慌乱。你重生后就盯着10人宿舍，无非是看到前世我靠江晨宇进了江氏，觉得那是条捷径。我一步步走近，语气里带着前世的预期。但你只看到了结果，没看到过程。你不知道江晨宇的抑郁症有多严重，不知道他父亲的控制欲有多强，不知道我为了照顾他，应付他的家族，熬过多少个通宵，受了多少委屈。你只想着酒会、人脉、实习机会，却从没想过这些都要用什么去换。林浩突然燃起怒火，指着我嘶吼。所以你早就知道，你故意看着我跳进火坑，你根本没把我当兄弟。我没阻止你，是你自己迫不及待地抢着选10人宿舍。兄弟，前世你因为嫉妒我进江氏，把我推下天桥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们是兄弟？我被江晨宇折磨的神经衰弱，被他父亲冷眼质问的时候，你在哪？你只会酸溜溜地说我走了狗屎运。这句话像一把尖刀，戳中了林浩的痛处。他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踉跄着跌坐在床上，声音带着哭腔。我受不了了，那个宿舍会把我逼疯的。江晨宇现在什么都依赖我，连出门都要跟着我。张叔又天天盯着我，求你了，沉默，我们换回来吧。前世的我也曾这样绝望地求过他，希望他能帮我分担一点，可他当时却说这是你的福气，别人想沾都沾不上。不行。我的声音平静却坚定。为什么？林浩猛地站起来，眼神里满是不甘。你现在过得这么好，根本不需要江晨宇。正因为我过得好，才不会放弃单人间。我走到门口，打开门，做出请的手势。重生给了我们俩重新选择的机会，你选了重复我的老路，贪慕捷径；我选了踏实过日子，靠自己变强。路是你自己选的，后果只能你自己扛。林浩的眼中闪过一丝怨毒，恶狠狠地说：你会后悔的，没有江家的人脉，你毕业后顶多找个普通工作，一辈子都赶不上我。拭目以待。我耸耸肩，语气平淡。他抓起背包，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转身冲进走廊，脚步声渐渐远去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就到了大2。凭借着踏实的学习态度和优异的成绩，我顺利拿到了国家奖学金。领奖台上，我迎着同学们羡慕的目光，不经意间扫过角落，一眼就看到了林浩。仅仅1年时间，
他像是变了个人，曾经挺拔的腰杆弯了下去，眼神呆滞，头发枯黄杂乱，脸上满是憔悴，眼下的青黑遮都遮不住，身上的衣服也皱巴巴的，整个人比实际年龄老了好几岁。命运的轮回真是奇妙，前世那个站在阴影里羡慕着林浩独居生活的我，如今站在了光里，而曾经光鲜的林浩却蜷缩在阴影里，被江晨宇的情绪和江家的控制牢牢困住。